大家好，我一出门呢就发现啊，这里有一个 pickup 上面有一个可以升降式的这种房车的一个车厢啊，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玩的啊。一个人出去旅游啊，开着这样的一个简易房车，我觉得倒不错。好，我今天呢继续出门啊，顺着这条路还是湿的道路啊，向 Edmonds 车站那边骑过去。已经好久没有搭那个地铁骑车出门了，今天再去尝试一下啊。最近几天呢，温哥华的天气不好啊，都是下雨，前天下了一阵雪，雪下得也挺大，但是呢没有积起来啊，可能地还有些暖吧。但是我今天看天气预报呢，应该啊，到了中午的时候呢就会出太阳啊。但现在看来呢，这个天气还是有点要下雨的样子，到底不知道会不会淋到雨啊，我也不知道啊。但是呢，还是忍不住要想到外面去骑单车。好，现在呢我已经到了车站了啊，骑到车站里面去。自行车可以进地铁呢，我觉得这是加拿大最人性化的一种考虑。还有4分钟啊，对面的车呢刚走，那个应该是去 King George 的，非常可惜啊，这是在多伦多呢，没有在那边骑一段自行车啊。但是我看多伦多呢，地铁也是一样啊，大家的单车，电动的单车，还有一些电动踏板等等的，都是可以上到地铁上的啊。对面的车倒是又来了一辆，下一次呢，我就想坐对面的车去 King George 啊，Surrey 那边的一个中心去看看。但今天呢，我还是要向downtown那边，到那边呢再去骑一段，然后看看能不能去到更远的地方。对面的车刚走了，后面又接了一辆，走一辆接着一辆。我们这边的火车呢也快要到了，看前面有个小伙子，真是很壮，穿着短裤、短袖汗衫啊，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。
现在我在 Chinatown 这个车站下了车，我要去看看从哪个地方可以出去。这个地方最大的问题呢，就好像是没有电梯的啊。应该有的。原来这个电梯藏在这里，我上次就没有发现。好，现在呢，准备去到街上啊。回过头来再回望一下啊，这就是 Chinatown Station， 前方呢就是大统华在那个方向。我觉得我应该是往这个方向走。downtown这边呢，看来还是有很多的坡啊。我也是应该第一次从这个 Chinatown 坐了地铁骑行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有点downtown的样子啊，就有点我刚刚去过的多伦多的downtown呢，有点像。但是呢，这边的楼啊，没有多伦多downtown那么高。而这边呢，还非常贴心的做了双向的切行道。
以前我在温哥华短期生活的时候啊，就很少来downtown，在某种意义上来讲，很讨厌来downtown。因为啥呢？一个呢，感觉啊，就是停车非常难，动不动就可能会被吃罚单啊。第二个的话呢，就是这里就是高楼大厦嘛，就感觉都是忙忙碌碌的人群，看上去啊，相对比较冷漠的一条街。但是呢，这次去了多伦多啊，待了3个礼拜，一直生活在多伦多的downtown，就感觉还是对downtown还是有了一些新的、不同的认识。突然发现这个地方是可以走的，它应该是一条双向的巴士道。这边还有个单车店啊，门口还很贴心的可以给你打气的。你看啊，是不是可以给你打气的一个店啊？那我就利用一下呗。Okay, so no, it's okay. So it's done already.我觉得我刚刚多此一举啊，其实轮胎还是气满足的，但是呢，看到有个单车店，门前呢放了一个免费的打气筒，就尝试了一下，发现呢，反而呢把我的这个轮胎啊，那个气门嘴给弄歪了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影响。现在我骑过这个叫George这条街啊，我相信这边是一个美术馆吧。是的啊 ，Vancouver Art Gallery， 就这边最重要的一个美术博物馆。大家可以看看啊，这个大楼应该也是非常有年头了。门前呢还有一棵巨大的圣诞树啊，对面呢也是一个古色古香老建筑的酒店，但是就在它边上呢就有个苹果商店啊，就卖苹果这些产品的高科技的商店。这里呢也是我今天啊想要到这边来路过一下看一看的地方，但是呢我今天没有时间到里面去参访，我们继续走一段。现在呢应该已经接近上午11点钟了啊，天气呢还是显得昏暗。这个地方呢叫罗布森 Square， 相信下面呢也是一个商业的中心啊，甚至还有人看到在溜冰。哦，原来这边有个冰场啊，大家可以在这边溜冰。
这个比多伦多那个市政厅门前的露天的要强一些，它是有遮檐的。这边望过去呢就是 downtown 的风景，但这边呢不知道写的是 UBC 的一个地方，是 UBC 的一个罗宾森广场，就在这个温哥华美术馆的边上啊，应该也是 downtown 的一个很好的休闲去处。那我相信呢，这条对出的马路呢，就是罗宾森这条路了，就是 downtown 的最重要的一条商业主街。那我们就顺着这条主街呢去走一走吧。原来左手边呢也有很多的共享单车，我觉得跟多伦多那个就是颜色不同，应该长得都差不多。好，我现在呢就顺着这条罗宾森大道向前骑行一段啊。就这个地方呢，以前来downtown经常会来这个街道。这条道呢应该是一条老街，街道不太宽，只有2道的行车道，边上呢还停着车，但这里呢就是公认的一条商业大街，尤其是到了黄昏时分啊，华灯绽放的时候呢，就会有很好的感觉。但是白天来走走啊，再加上现在这个天气呢，稍稍有些阴沉，但是两边的车呢停了不少啊，就说明大家还是很多人到这条街上来办事、购物啊，等等吧。以前熟悉的一些店铺啊，常来的地方啊，就感觉已经去向不明了啊。毕竟10几20年过去了，除了那些建筑的样貌没有变化呢，那些店铺其实很多都改头换面了，换了东家了。看来很多店呢都已经完全不见了。
那我就在罗宾森这条街上掉头，向着我要去的提兹拉诺方向呢骑行。前方呢就是巴勒的这条街了，我要右转，因为我要通过巴勒这座桥呢，到提兹拉诺方向去了。这条巴勒呢是一条更大的主街啊。这条街上的酒店是一个接着一个，老的建筑，新的款式很多。现在呢，离开了当趟最热闹的区域了。
继续向下，向桥的方向呢骑下去啊。到了这边呢，就有一些骑行道了。好，现在呢要上桥了。经过了很长的一座桥，就离开了downtown啊，来到了温哥华这座城市一个叫Kitsilano的地方。那我上次呢专门到这边曾经来寻访过，那么今天呢我只是路过下而已。
这边呢还在搞建设。我看右侧有一个温哥华音乐学院。这边也是一大堆的大鹅在草地上。看到有个音乐学院的牌子，去到里面来看一看。这个呢就是温哥华的音乐学院啊，但不知道是一个什么级别的学校啊，在一个应该在海边吧，非常幽静的地方。这边呢还有一个建筑物啊，不知道是不是这边的博物馆呢？就这种地方啊，以前都一直没有涉足过啊，一般开车路过而已。但现在呢，骑着单车呢，稍稍的可以转转啊。这算是一个花园嘛？这边他们讲到中国的一些蔬菜啊什么，就大家可以在这边种的，这样子。MOV 啊，我相信就是 Museum of Vancouver， 就是温哥华的博物馆的一个 backyard garden， 就是它的后院啊，这么一个地方。果然啊，它这里就是 Vancouver Museum and Pacific Space Center， 加上一个太空中心。可是我今天没有这个时间来安排去 museum 里面啊，其实应该来一下，相信以后有机会一定会来的。上次我在多伦多博物馆呢，收获颇丰啊。我相信温哥华的博物馆呢，应该也很有意思。我到门口打个卡先吧。9点到4点半。好，我们改天再来。前面呢就是海边了啊。
现在骑的这条路呢，我上次来过的，我就是从左侧的 Kislano 呢往这条路骑回去的一个地方。但是呢，今天啊，我在这边呢，就是作为一个第一段骑行的终点。现在我面对的呢，就是 Kislano 的一个海湾。那边呢也有一个博物馆。那在这边呢，我就作为我今天骑行的第一段啊，面对着这个你看downtown的高楼，然后呢就是这个温哥华博物馆门前的一个我也不懂的一个雕塑，像个门一样。在这边呢跟大家说一声拜拜，我们的骑行呢还将继续啊，我们下一段再见。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，拜拜。